最近有一个概念非常的红，叫做 Large Multimodal Model 大型多模态模型。在这个趋势底下，目前最有名的大概就属于 Gemini 系列 Gemini 2.0。这篇部落格有非常多的亮点，比如说在谈到大型多模态模型 Gemini 会跟 Agentic Era 连在一起，也就是代理人工智慧。我会先介绍大型多模态模型的知识，再回过来讲解 Gemini 2.0这次发表的重点。大型多模态模型 （Large Multimodal Models） 简称 LMMs。看完这部影片以后，你会了解 LMM 的特色跟大型语言模型 LLM 的比较。我会介绍一些应用场景，接着我会说明为什么大型多模态模型越来越重要。一般我们在说大型多模态模型的时候，我们指的是可以处理不同来源或者形式数据的大型语言模型 （LLM）。这种不同形式、不同来源就是所谓的模态。比如说，可能是 text 广义的文字，包含语言的文本或者是程式码；图像 images 包含了照片、画图、图表等等；音讯档 audios 包含了语音、音乐、环境声音；videos 影片包含了图像和音讯的连续资料。那有的时候甚至也有所谓的3D 模型，或者是更复杂的模态。在 LMM 输出的部分，广义的来说，也包含了刚刚前面说的输入的多模态。早期的 GPT 系列并不是多模态的模型，虽然它可以支援文字和图像合在一起去做分析，但是它最后输出还是以文字为主。除了根据模型的输入和输出是否可以处理不同来源或者是形式的数据来判断，另外一个关于多模态模型的特色，就是它在训练的时候基本上是属于多模态学习，我们叫做 multimodal learning， 也就是它训练资料就已经包含了这些多模态的数据了。比如说像 GPT-4V， 这个 V 指的就是 Vision， 在训练过程里面就已经包含了影像的处理。Gemini 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另一方面，从这个多模态学习的角度来讲，它也是一种提升大型语言模型能力的常见方法。因为它使用了多模态的学习，可以处理的资料更广，更容易去理解上下，并且应用到现实生活里面。为了更深入理解大型多模态模型 LMM， 我们用一张表格比较大型语言模型。LLM 主要是处理文字数据，相较之下，大型多模态模型就包含了图像、音讯、影片。数据来源，大型语言模型主要是网络上的书籍、文章、网页资料、程式码等等。大型多模态模型就横跨了刚才上述所有的资料类别。对于语言模型来说，它主要功能是在文本生成 （text generation）、翻译 （translation）、摘要 （summarization）、问答 （question answering） 以及文本的理解。多模态模型就包含了跨模态的理解生成、图像描述、视觉问答、多模态检索、根据指令编辑图像。架构上来讲，大型语言模型主要是基于 Transformer 变换器的架构。多模态的模型会除了 Transformer 架构以外，还会使用像是卷神经网络 CNN、循环神经网络 RNN 等。不管是 LLM 或者是 LMM， 它的输出类型跟我的输入类型基本上是对齐的。以代表模型来说 ，GPT 系列早期都是属于大型语言模型，除了增加 Vision 的版本是大型的多模态模型 ，BERT、Llama 都属于 LLM， 而像 Gemini、Clip、Flamingo 就属于典型的多模态模型。LLM 算最早开始开发的，所以在文本相关任务中的表现比较出色，技术比较成熟。但是它主打的是文本数据的处理，对于需要视觉或听觉资讯的任务，它的处理能力是有限的。相较之下，多模态的模型可以更全面理解这个世界，处理更复杂的跨模态的任务，更接近人类感知的方法。但是这种能力的提升，主要是来自更高的训练成本，更复杂的模型，相关技术还在开发当中。为了更深入了解大型多模态模型 （Large Multimodal Models） 的重要性，可以比较大型语言模型的应用场景，还有大型多模态模型的应用场景。LLM 来说，我们熟悉的像聊天机器人 Chatbot、内容的生成 （Content Generation），利用大型语言模型配合检索增强生成，当做搜寻引擎 （Search Engines），以及用大型语言模型产生程式码 （Code Generation）。在右手边属于大型多模态模型 （Large Multimodal Models） 的应用，比如说像自驾车 （Autonomous Driving）、医疗的影像分析 （Medical Image Analysis）、人机互动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和多媒体的内容理解 （Multimedia Content Understanding）。从左边 LLM 看到右边 LMM， 你会发现应用场景从平面的、虚拟的，大致上转移成立体的、现实的。在此同时 ，LMM 的应用场景涉及更多与人的互动，因为它可以更好的感知现实生活中的状况。
我认为可以利用这张图来充分说明大型多模态模型 LLM 的重要性。我们在谈大型语言模型 LLM 的时候，它主要是以平面的虚拟环境做互动。回想刚才的例子，像聊天机器人、内容的生成、搜取的仪器，还有程式码生成，都属于软体的层次，在虚拟环境做互动。接着，生成式 AI 的发展到了人工智慧代理 AI agents，甚至在上面更大的一个架构叫做 Agentic AI 代理人工智慧。主要谈的是自主性处理任务。所以，当我们把 LLM 跟 AI agent 两者结合，就形成一个可以在虚拟环境、平面环境互动、自主处理任务的人工智慧代理。从线性代数的角度来讲，我们就是有两个向量去展开整个应用的平面。但是如果我今天想要进一步跟人有更多的互动，理解真实世界的情况的话，我就必须让大型语言模型有更好的感知，包含视觉、听觉，甚至嗅觉的感知，例如电子鼻的使用。这时候就是大型多模态模型 LMM 的加入，把整个平面的应用增加了一个维度，扩充成立体的应用，可以跟立体的现实环境做互动。例如前面说的自动驾驶，自动车就必须要感知立体现实环境的资讯。医疗的影像分析也可能要处理的是3D 的影像资料。人机互动可以让机器人和人在同一个空间协作。多媒体内容的理解就包含了接受和理解来自不同模态的输入和分析。我们从绿色的 LLM 的开发，再到蓝色人工智慧代理的结合，再到红色与大型多模态模型的整合，人工智慧的使用开始从虚拟平面应用到立体现实的自主性，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 LMM 很多大厂重视，而且也跟 AI 代理绑在一起。接下来我稍微说明一下这次 Gemini 它有哪些重点。第一个，这个模型叫做 2.0 Flash， 事实上是 2.0 Family 里面一个适用的版本，目前属于测试的阶段，可能还有一些问题存在。但是不管如何，它已经可以支援多模态的输出。这边特别强调是 natively generated images， 指的是由模型生成出来图片，而不是从网络上抓下来图片，或者是使用现存图片。这边我们做一个示范，你可以在 Gemini 的 UI 界面里面左上角的地方点击一下，选择最新的 2.0 Flash Experimental 的版本。完毕以后呢，我们在提示词这边输入产生一则故事，故事主角叫 Yulandi， 是一只可爱的小兔子。在里面，我的输出就包含了文字的叙述以及对应文字叙述的图片，属于多模态。事实上，我一开始的故事设定背景是工业革命，一位小朋友透过努力获得成功的励志故事。但是因为目前 Gemini 它无法产生人物图形，所以我这边做了一些修改。底下就是它产生出来的结果，包含了图片和对应的故事。另外，部落格文章里面的一个子标题，使用 Gemini 2.0开启自主性的互动体验，呼应了前面我们刚刚讲过的，使用多模态模型，还有人工智慧代理，让大学模型可以更好的感知真实世界的环境，与人类做更好的互动。Google 为了提升 Gemini 2.0系列语言模型的能力，正在进行2个计划，一个是 Astra， 另外一个是 Mariner。对于 Astra 而言，它的开发点主要是注重4个方向，其中比较值得一提的是下面这3个。第一个叫做 Tool Using， 大型语言模型的代理，着重就是 React、Reasoning 还有 Acting。Acting 指的就是工具的使用，提升大型语言模型的能力。现在 Gemini 2.0它就可以使用 Google Search 和其他一些相关的工具。Better Memory LLM 更好的了解过去人类跟它对话的内容。Improved Latency 指的是能够以更快的速度理解人类的语言，使得人机互动可以更加的自然流畅，就像和真人对话一样。这个会对于语言助理、即时翻译、语言控制等应用来说非常重要。另外一个计划 Mariner 主要在尝试的就是 Agentic Workflow 代理工作流程，非常类似之前 Anthropic Claude 发表的 Computer Use 电脑的使用。那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向叫做 Agents in Games 人工智慧代理在电脑游戏中的应用。电脑游戏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所以才有必要去特别讨论这一块。简单的概念就是它可以透过 AI 代理做一些对话，在处理各种游戏关卡上提供更多的资讯给你，帮助你完成游戏，进而提升玩家的游戏体验。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Google 其实在这一波的生成式 AI 其实每一步都走得非常早。比如说像 Transformer 架构，一开始也是 Google 提出来的，但是最后被 OpenAI 最先发表出相关的产品。Chain of Thought 思考链也是 Google 早期在耕耘的一个项目。然而最先发表的是 Anthropic Claude， 使用 Agentic Code 去做实验。而多模态模型是 Google 一开始的大型语言模型主打方向。
现在终于有比较具代表性的产品，我们可以再观察未来，当我们想到大型多模态模型的时候，会不会跟 Gemini 联想在一起？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介绍的内容，你可以订阅本频道，按赞，将影片内容分享给对 AI 有兴趣的朋友。针对想要更深入了解 Gemini 2.0或者是大型多模态模型的观众，可以到影片下方的说明栏点击观看相关的背景知识以及制作这部影片的参考资料。